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元旦正式上路的一系列交通新制。许多人可能还没注意，但在新年第一天就已经有不少人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被开了1200元罚单。警方宣称今年起将加强取缔各种交通违规，结果很多长辈第一天就中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新规定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就让我们深入全面的探讨这些2026年交通新制背后的故事，以及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清晨一位习惯早起去市场买菜的阿伯，骑着他的机车行经路口红灯时，顺手掏出手机滑了一下讯息，就在短短几秒钟，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抬头一看是警察，阿伯当场被开了一张1200元罚单。他当下愣住了，心想，不是吧，等红灯滑个手机也不行吗？事实上，从今年开始，骑车滑手机正式列为重点取缔项目之一。过去开车或骑车滑手机早就是违规，但许多人心存侥幸，尤其红灯暂时停车时，总以为滑一下应该没关系。现在可不同了，停红灯滑手机一样算违规，而且罚金大幅提高。立法院去年底三读通过修法，将机车行驶中手持手机的罚金从原本的600元提高到一律1200元。汽车驾驶拿手机本来罚1000元，如今也是1200元起跳。同时规定，只要你行车中使用手机，不论是在开车还是等红灯，都算违规。也就是说，红灯滑手机、回讯息、讲电话统统不被允许。这项新制旨在严惩分心驾驶，希望减少因为滑手机造成的车祸。毕竟在路口，我们常看到有驾驶低头盯着手机，结果绿灯了还没走，后面猛按喇叭不说，更可怕的是可能没注意到斑马线上的行人。从现在开始，这种小动作将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阿伯吃了罚单，心里不是滋味，只能自认倒霉继续上路。他想抽根烟压压惊，于是单手扶着机车把手，单手夹着香烟，一边骑一边吞云吐雾。没想到这短短几分钟的悠哉，又被执勤员警逮个正着。没错，今年另一个新规定就是行车中抽烟也要罚。其实早在以前，道交条例就有规范，行驶中不得有危险或影响他人安全的行为，其中包括抽烟，但多数人不知道或不当一回事。如今新制明文强调，汽机车驾驶人行驶时手持或吸食香烟，影响他人行车安全者，罚锾一律提高到1200元。也就是说，开车夹根烟，骑车叼根烟，如果因此分心或制造危险，一样要罚。一早短短路程，这位阿伯接连因为滑手机、抽烟被开单，可以说是新制上路后的第一个活生生例子。对许多习惯开车来根早烟、停车滑个手机的驾驶而言，这可真是当头棒喝。那些以往看似平常的小动作，现在真的不能再做了。警察宣告今年将零容忍这类危险驾驶行为，我们可千万别心存侥幸，以为自己不会被抓。毕竟荷包失血事小，要是因为分心发生意外，那就后悔莫及了。可能有人会问，抽烟影响了谁？我在自己的车内抽不行吗？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来开车时抽烟势必分散驾驶的注意力，点烟的几秒钟，眼睛可能离开了道路，弯腰捡打火机、抖烟灰，这些动作都潜藏危机。如果一不小心香烟掉落烫到自己，惊慌失措下更可能酿成事故。二来，抽烟产生的二手烟与浓烟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想象摩托车、骑士或行人等红灯时，被旁边车窗飘出的烟呛到，那滋味可不好受。所以新规定等于是在宣示，行车专心开车，其他杂事别做。无论是滑手机、抽烟，还是其他让你分心的动作，都该戒除。短短一根烟、一瞥手机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超你我想象。今年元旦起，政府等于在马路上安装了严格模式，从重量罚则到强力执法，就是要逼大家改掉坏习惯。看到这里，如果你自己平时也有类似习惯，是不是该提醒自己赶快改了呢？讲完骑车族和汽车驾驶的部分，再来看看行人过马路有哪些新变化。
其实不只是驾驶人需要提高警觉，行人今年起也有一些规定要特别注意。过去1年多来，台湾的交通乱象中，一个被国际媒体点名的关键字叫行人地狱。由于多起行人遭车撞伤亡的事故，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连美国 CNN 德国媒体都报道台湾行人处境如同玩命。2023年被称作行人地狱年，因为驾驶不礼让行人、违规转弯撞人的事件频传，全台民众群起要求还路于民。这股舆论压力下，政府终于痛下决心，在交通法规上做出改变。一方面是加重对驾驶人的处罚，刚刚提到的不专心驾驶就是其一。另一方面也开始严格取缔行人违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行人违规穿越马路本来就可以开罚，只是过去取缔不多。今年开始，警方对行人违规的执法明显变严了。举个最近引发讨论的例子，有位女子在绿灯只剩2秒时，快步冲过斑马线，结果被对接员警拦下开罚500元。她当场傻眼，以为自己是绿灯过马路，怎么还违规？事后才知道，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好置绿灯闪烁期间就视同红灯，不能任意开始穿越。许多人和这位小姐一样，以往贪快抢黄灯、末秒冲刺，其实早已触法而不自知。现在警方态度强硬，只要你在小绿人闪烁时起步过马路，就可能被拦下罚款。这对喜欢最后1秒冲刺的行人是个重要提醒，千万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也别再违规闯马路了。乖乖等下个绿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却能换来安心。除了严查行人本身的违规，政府也同步祭出新措施，要求驾驶礼让行人。事实上，早在去年中就已经将未礼让行人的罚则提高到相当严厉的程度。汽车不让行人，最高可罚到3600元，机车不让行人则罚1200元起。今年交通新制更进一步，直接把未依规定停让行人列为严重违规行为之一。如果一般驾驶人1年内累计3次没礼让行人被抓到，对不起，除了罚钱，还要强制上交通安全讲习课，而且这课程得自费参加，如果不去上，还可能被吊扣驾照。可见政府是铁了心要扭转驾驶漠视行人安全的乱象。想想看，以前很多驾驶人习惯把行人当透明的，抢快右转、左转不减速，到斑马线前不让人，这些坏习惯不改正不行了。如今罚则变重，累犯还要上课，可以说对驾驶施加双重压力。当然，重罚之下还得真的执法到位才有效果。据说今年元旦起，各地警方就在热闹路口严查不礼让行人的情形，许多驾驶一不注意就收到红单。对我们一般用路人而言，这其实是件好事，谁不希望走在路上更安全呢？未来如果大家都养成看到行人先停车让行的习惯，行人地狱的恶名或许就能早日摘掉。我们也期待有了新制的高压，台湾的行人路权能够真正受到尊重。总之，过马路的人要遵守号志，走斑马线，开车骑车的人一定要礼让行人，安全转弯，双方都守规矩，交通才能顺畅又平安。别忘了，新制上路第一天就有人栽了跟头，别让下个倒霉的成了自己。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另一个重点族群，高龄驾驶者。人口高龄化的时代，马路上银发族开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而近年来，年长驾驶肇祸的新闻时有所闻，许多长辈因为视力退化、反应变慢导致车祸，让家人和社会都很担心。今年交通新制对此提出了对策，其中一项是高龄驾照换发门槛下修。从今年开始，年满70岁的驾驶就得重新体检换照，比起以往75岁才需要体检提早了5年。也就是说，如果您家有长辈在今年满70岁，他很快会收到监理单位的通知，请他去医院做驾驶人体格检查，检查合格的才能换发新的驾照继续开车，有效期一直到75岁。要是检查发现视力、反应等不达标，恐怕就得面临停驾的抉择了。政府此举是希望提早筛检出不适宜驾驶的高龄者，避免悲剧发生。对许多开了一辈子车的长者来说，70岁突然被要求体检换照，心理上可能不好受。但换个角度想，
这也是保障自己与他人安全的必要措施。如果身体状况依然 OK， 那体检一下也无妨。倘若身体已不允许继续安全驾驶，及时退场也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负责，总比硬撑着开，万一哪天出了事，后悔莫及来得好。当然，政府也体谅到高龄者放弃开车后行动可能不便，特别搭配了一项诱人的奖励方案，这就是70岁以上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最高可获得36000元交通补助的政策。详细规定是，长者自愿不开车了，把驾照交回去，并加入政府推行的 T-Pass 公共运输计划。接下来2年内，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费用可以享受一半回馈，每月补助上限1500元，2年累计最多就是36000元，相当于政府发给长者的交通奖励金。这回馈金可以用在公交车、客运、捷运、火车，甚至计程车含公共自行车等多种运具。也就是说，只要刷电子票证搭乘，上月底账单花了多少，下一个月就拿回一半的钱，非常实用。对那些本来开车就不频繁的长辈来说，换来这笔补助其实蛮划算的。譬如有的阿公平常只偶尔开车郊游，大多数时候坐捷运、公车，与其留下驾照闲置，不如换回馈金拿，2年下来36000够他搭很多次车了。有人戏称这是政府给长辈的退驾红包。当然，愿意交出驾照的前提是自己也评估，觉得不再开车无妨。如果有些长者仍觉得开车是生活必要，那也无需勉强为了补助去缴驾照，只要按规定去体检换照就好。无论如何，这项新措施传达出的观念很清楚，高龄驾驶安全不容忽视。政府用软硬两手体检把关是硬措施，补助诱因是软措施，目标都是希望长者们量力而行，安全上路。长远来看，随着高龄驾驶人数逐年增加，这套机制有助于降低因年长驾驶失能而引发的事故风险。我们也期待长辈们能够理解支持，开开心心领补助，平平安安换乘大众交通工具。谈完了人，我们再回到车，看看车辆和考照制度方面的新规。首先一项跟所有未来驾驶考生相关的大消息，考驾照变难了。交通部决定分阶段提高汽机车考照的难度。今年1月起，机车笔试考题全面取消是非题，改成全部选择题。过去不少人靠拆题、记题库侥幸过关，现在4选1的选择题错误惩罚更高，必须更确实理解题意才能作答。同时，题库也会更新，删除陈旧过时的考题，新增危险感知情境题。也就是说，未来考试可能出现模拟情境让你判断，例如遇到行人穿越，前方车突然急刹该怎么应变等等，考验考生对路况风险的判断能力，而不只是死记交通号志而已。汽车考照方面，新制从今年3月起，路考项目会增加路口停让行人的要求。以后小型车路考，考官会特别看你在经过路口时有没有主动停车礼让，需要的话还得做出摆头查看或指差确认等动作，确定没有行人才通过。如果没做到这些停让动作，路考可能直接不及格。很明显，这是因应前面提到的行人安全问题，把礼让行人这观念从考照阶段就强化灌输给新人驾驶，让他们一开始就养成好习惯。此外，今年6月起，汽车笔试也跟进取消是非题，全改选择题。到了年底，路考路线将不再是固定单一路线，而是由电脑抽签决定当天考生要走哪一条。这一连串改革旨在打击背考古题、背熟路线的取巧行为，迫使驾驶学员真正培养随机应变的驾驶能力。我们可以预期，未来拿到驾照的新手在基本功和安全意识上应该会比以往更扎实，但对考生来说压力也变大了，再也不能侥幸混过去。那些准备考照的朋友可得多花点心思练车读书，不要低估了新之后的题目难度。说到拿驾照，就不得不提没驾照却开车的情形。过去有些人没有考取驾照，就偷开家人的车或骑车上路，或者驾照被吊销了，心存侥幸继续开。这些无照驾驶的行为其实屡见不鲜。然而今年开始，无照驾驶要付出的代价变得相当高昂。新修订的规定将无照驾驶罚锾大幅提高，
机车没照可罚18000到36000元，汽车没照可罚36000到6万元。注意，这里说的是新台币几万元罚款，不是几千元而已，数字之大绝对让人肉疼。而且罚钱还不是唯一的处分，条文同时规定，抓到无照驾驶时，警方可以当场将你所驾驶的车辆直接拖掉，扣车保管。想象一下，你没驾照骑哥哥的重机出去兜风，被警察拦下时，不但得面对数万元罚单，那辆重机还要被拖走，让车主也跟着倒霉。一旦车被扣，你还得依法提出相关证明，人证去领回，耗时又丢脸。政府祭出这种重罚加连坐，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吓阻无照驾驶的行为，特别是针对一些未成年偷偷飙车的情况。以前罚款区区几千元，很多人不以为意，如今少则几万起跳，青少年没收入，最后还不是要父母买单。如此一来，家长也会更管束，避免小孩乱开车，同时对那些因酒驾肇事被吊销驾照的人，也是在警告他们别想无照上路。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累犯、恶性违规者，新制还规定了加强教育的措施。像未满18岁无照驾驶如果再犯，除了上述罚则，还得被送去特别的再犯讲习班，上课接受矫正。总之，可以预见，今年开始无照驾驶将无处遁形，付出惨痛代价。我们要呼吁年轻朋友一定耐心考照，持证上路。已被吊销的人也千万别以身试法，否则新制之下真的玩火自焚，得不偿失。最后再来几项与一般民众生活相关的交通新规，也许不是罚则加重，但一样值得注意。首先是 U-Bike 公共自行车强制投保，喜欢使用 U-Bike 代步的朋友，今年元旦起在北桃等10个县市租借 U-Bike 2.0 时，若没先完成公共自行车伤害险投保手续，是没办法借车的。可能有人大吃一惊，租个脚踏车也要保险，其实不用紧张，这保险是政府帮你买单，免费提供的，目的在于保障骑乘人身安全。一旦你办理投保，万一骑 U-Bike 发生意外伤亡，可获得最高100万元的理赔。过去曾发生过几起骑共享单车伤亡的事件，引发是否应有保险机制的讨论。现在政策跟上了脚步，由官方买单，统一为使用者投保。不过需要你主动透过手机 App 或临柜流程填写资料，完成投保登记。这个手续大概只要几分钟，但如果你没做，系统可是直接不让你租车的，到时候扫了 QR 码一直无法解锁。别怀疑，就是没投保的关系。所以常租脚踏车的民众记得上网把该填的资料填一填，确保自己已经投保成功。这是规定率先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台南、台东等地实施。如果你人在这些县市或常去这些地方旅游骑车，更要特别留意。其实多数人只要依指示把步骤完成，以后每次租车就跟以前没两样，但心里多了一份保障，也没什么不好。政府顾及到使用者的安全，免费提供保险，虽然刚开始有人嫌手续麻烦，但长远看是一件利民的好事。万一真的发生事故，有保险至少不会陷入巨额医疗费用的困境。所以出门骑 U-Bike 前，不妨先确认自己是否已完成投保，别到现场扫不了车才傻眼。再来是微型电动二轮车进行自行车道的新规。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指的是挂有牌照但不需要驾照的那种电动自行车，过去俗称电动辅助自行车的一类车种。有些人会用它通勤或代步，因为不用驾照又省油钱。然而它的速度和体积其实远超传统自行车，一旦上了自行车道，对行人和脚踏车族都有潜在危险。今年开始，台北市与新北市率先禁止所有悬挂牌照的微电车进入这两地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包含河滨公园的脚踏车道。以往常常有电动自行车在里头高速穿梭，现在被发现一律开罚，罚锾从300到1200元不等。也就是说，在双北地区，骑这类电动二轮车只能和一般机车一样走机动车道，不能再贪图方便冲上自行车专用道了。这项规定对一般脚踏车、骑士和行人来说，其实是件好事。
试想你在河滨悠闲骑单车，旁边突然呼啸而过一台电动车，速度媲美机车，那惊吓程度可想而知。禁令上路后，希望能让慢速的自行车道回归本来该有的安全与宁静。对于拥有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则务必遵守规定，别再骑进脚踏车道了，不然一不小心吃上罚单，省油钱不成，反而赔钱。更何况在人行道、自行车道上高速行驶，本来就容易酿祸，自己也该多为他人安全着想，不是吗？还有一些零星的新制也值得一提，例如今年开始新出厂的汽车对前挡风玻璃和驾驶座两侧车窗的遮阳隔热纸透光率会有法规规范。简单说，以后买新车想贴很深色的隔热纸可能贴不了，因为法规要求透光率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验车通过。这是为了确保行车视线以及执法人员能看清车内情况，预防过暗的隐秘空间滋生违法。另外，游览车营业业者今年起也被要求在车上加装驾驶识别设备，每台游览车政府补助安装，透过这套系统可以自动记录每次开车的是哪位驾驶，开了多久，传送到监管平台。如果业者不安装，劝导不听，未来可罚9000元。这套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疲劳驾驶，避免司机连续开太久发生事故。我们都记得过去某些游览车翻覆意外，常是司机过劳打瞌睡酿祸。有了识别设备，交通主管机关可以更有效监督业者，落实轮班休息制度，保障乘客安全。虽然这项新规跟一般民众日常没直接关系，但长途搭游览车出游时，我们能多一份安心就是了。最后则是邮轮旅游方面的新保障措施等等，因为离日常用路较远，我们这里就不细说。但总的来讲，2026年的交通新制涵盖范围相当广，从一般汽机车驾驶、行人、自行车到营运大型车，甚至观光旅游都有顾及到。可以看出政府用心之处，一手抓违规处罚的重，大幅提高罚锾，强化执法；一手抓用路安全的柔，透过教育、科技装置和诱因来改善环境。一柔一刚，目标一致，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道路上更安全、更有秩序。回顾今年元旦的种种景象，我们仿佛看到整个交通环境正在进行一次大升级。有人说，每年元旦就像交通规则的改版日，今年这次更新特别引人注目，不少人措手不及地当了测试玩家。那位骑车滑手机的阿伯，一早开车抽烟的司机，大步抢闪烁绿灯的路人，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新制的威力。或许有人抱怨，怎么一下管这么多，开罚这么重？但冷静想想，这些规定不正是为了督促我们养成更好的用路习惯吗？如果平时不闯红灯，不滑手机开车，本来就礼让行人，新制对你而言其实毫无影响。相反的，若是平常违规当家常便饭，那现在是付出代价、痛改前非的时候了。新制上路，代表着交通治理理念的转变，从宽松走向严谨，从被动转为主动。政府不再姑息所谓小违规，因为一个小违规累积起来就是大的危机。展望未来，如果这些新措施确实执行到位，或许我们能期待道路安全逐步改善，行人不再闻风丧胆，驾驶也能更守法礼让。当然，法律只是底线，真正的改变还得靠每一位用路人自发的态度。希望今年开始，我们都能抛弃那些侥幸心理，遵守交通规则，一来免得荷包损失，二来也是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告别行人地狱的恶名，迎接一个更文明安全的交通环境。新的一年，新的规则，愿你我都平平安安上路，快快乐乐回家。